6号上午，13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各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，审查“十四五”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。纵观中国谋划未来发展的大棋局，创新是高频词。以10年磨一剑精神，在关键核心领域实现重大突破，也是中国科技创新题中应有之义。观察认为，在美国不断对中国高科技产业进行打压的背景下，中国两会释放提升科技创新能力、解决卡脖子问题的信号，尤为值得关注。今年的全国两会给出了一个指向未来中国的宏伟蓝图——“十四五”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。这是一次兼具想象力和确定性的构画。规划纲要草案共19篇65章，超过7万字，厚达142页。作为指导今后5年及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，新发展阶段、新发展理念、新发展格局的3新主线贯穿全文，鲜明彰显高质量发展的主题。我认为“十四五”在规划一个，就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，就是到了一个中高发展阶段，这就是我们说的是2035，就是中等发达国家能跨过去就是创新。创新最大问题在科技创新，也就是科技能不能有突破，那么就是产业革命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呢，第4次工业革命给中国一个机会，也就我们叫新经济，实际上呢，我们叫信息化、互联化和智能化。在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和“十四五”开局起步的重要时刻，中国如何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受到各方关注。实际上，创新驱动的重要性被中国提到了新的高度。在科研创新领域，中国在“十四五”时期将把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增长提高到7%以上，中央本级基础研究支出今年则将增长10.6%。而围绕科技管理体制继续深化改革，一些提法格外接地气，如减少分钱分物定项目等直接干预，实行接榜挂帅、赛马等制度。所谓接榜挂帅，是把需要的关键核心技术项目张出榜来，英雄不论出处，谁有本事谁就接榜，不论资质，不设门槛，选贤举能。接榜挂帅被写进规划纲要草案，侧面反映出中国在规划未来5年、展望未来15年发展格局时，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重视程度。科技强国不是一般的科技大国，它的强就强在就是核心关键技术能不能闯关，主要是产品要出来，是原创的产品，而不是 copy 的产品。所以我想我们的目标可能要闯关，我们叫卡脖子工程，这可能是“十四五”是最关键的。对于中国如此重视创新的背景，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指出，美国去年开始对华实施芯片断供，令中国中央政府高度关注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。面对西方对中国核心技术的掣肘，中国将大幅增加科研投入，切实减轻科研人员不合理负担，使他们能沉下心来致力科学探索，以10年磨一剑精神，在关键核心领域实现重大突破。而实现科技自立自强，推进产业链升级，构建强大国内市场，这些举措将让中国减少对外部技术和市场的依赖，提升中国经济安全。事实上，美国一直紧盯中国科技创新最新动向。3月1号，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国会递交了一份长达756页的建议报告。报告称，美国在人工智能关键领域落后，联邦政府应优先加快在该领域创新的步伐，投资400亿美元以促进该领域的发展，并大力培养技能人才。不久前，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、谷歌前 CEO 施密特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于2月23号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就曾警告美国国会说，中国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行动迅速，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优势或已缩小至仅领先1到2年，而非人们以为的领先5到10年。而在一些细分领域，中国的技术已经超过了美国，譬如在人脸识别领域，中国的技术已经比西方所能达到的水平领先了好几代。这种数字化经济和智能化经济，它拼的是智力，拼的是未来的速度和精准性和未来的世界可能统领性。所以为什么美国与欧洲现在一直打的数字经济、数字平台的贸易战，就打得很厉害，就是这个问题，就占领制高点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新的科技革命，可能在未来5年、10年，我们就会到来的。此外，规划纲要草案中多处强调研发的重要性，提出优化研发布局，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等等。
据报道，中国近期自然科学年均论文和国际专利申请量均已超过美国，排名全球第一。美国人文与科学院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，中国的研发投入2020年首次超过了美国。中国在全社会的研发投入资金从2015年的1.42万亿元增长到了2020年的2.4万亿元，为中国的科技进步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撑。美国《华尔街日报》日前发文指出，与美国停滞不前相比，中国在科技领域不断加大投入，努力创新，助其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。中国在大量创造专利，投入科研，美国却在混日子。文章认为，在特朗普时期，美国极力阻止荷兰制造的半导体设备出售给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，以便遏制中国的科技发展。如今新政府拜登上台后，依旧走特朗普的老路，试图通过联盟来对抗中国的经济和国防领域发展。但与美国相比，中国走向一条自我研发的道路。中国在科研领域上的巨大投入，为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。在获得外国技术和制造能力方面，美国政府可能会减缓中国的努力，但并不能阻止中国通过科技投入而推动的国家发展步伐。